奥利奥薄脆系列，超薄超脆，超好吃。本节目由玩在一起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上淘宝搜“心动的测试”，总有你的心头号。本节目由淘宝行业赞助播出。我们就要迎来最后的一次约会。3天2夜，2个1v1和2个2v2。哇，好漂亮呀！我很开心，这个第一次的体验是跟你一起。因为你遇到对的人了。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关心啊。那看来我进步了。太甜了。我有好多地方想去啊。一起去呗。哎呀，你看他们已经在开始计划未来了。我们已经把2v2过成了1v1。他们这4个人真的太配了。心跳加速了，心动了。双关。这样也可以。我感谢老天。你很感谢我。你是我的神。哎呦，绝了！那你这样说可以。我那边。我笑容都要僵了。来了。这得动吗？怎么样？你觉得今天开心吗？都属于他们的问题。你站好。好帅呀，好帅呀！哎呦，给我磕到了。太帅了吧！哦，被击中了。你是真的被击中了吗？红景啊！我觉得聊天聊了10分钟，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没有能10分钟。不一定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手心？好甜哦！你们觉不觉得那个很像一只猫？是睹物思人吗？所以其实你从来都没变过。从来没变过。太关注别人的情绪，然后导致我很多行为，我觉得都不像我会做的事情。对，就是因为太小心翼翼，然后就导致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反而会不自然。对，很不自然，会沉默，会尴尬。被困在你的房间中，外是雨过晴天，把心事放在一边，跟着直觉，渴望它就在眼前，别假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靠近我，靠近我，有微光在眼里闪烁，这是心动的信号，这是心动的信号。咸甜搭子一块乐之，本节目由咸甜交织的宝藏社交零食乐之赞助播出。这里是全世界最甜蜜的社交观察真人秀《心动的信号》第7季，欢迎大家！又经过了1周了，大家简单的帮我们这1周的观众朋友们复习一小下，好不好？在大树下的那个画面，大树下一叠抬头望月，然后一眼望去哪里都是喵。啊，伤感的瞬间。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雨帆和定豪坐在墙边上，2个人聊天，然后很温馨哦，互相治愈。我很有印象的是这个坐姿和这个眼神。奥斯卡跟乐言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这样，这很好，这也很生动。车的后排，对，车坐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平时看是这样。对，没错，有点那个挂件的潜质了，真的。我觉得是 Tomo 跟七七说他为什么那么重视友情，然后七七就能理解了，然后告诉他以后可以跟我玩，对，可以有别的依靠了。高甜。我是清雅主动去敲门，他第1次来找他，好甜哦，然后还带他出去散步，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么多集里，这是他第1次那么的主动，对，这个很棒。所以说到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约会呢，确实有很多美好的瞬间，但他们的约会呢还在继续的进行中，他们马上就要集体约会。各位，新的1周心动故事我们开始啦！欢乐谷。早上好，2位。你好，早上好。吃饭去吗？对啊，去吃早饭。好，谢谢。
定好像这2天都是蓝色。对，他 blue boy。blue。你的心情是蓝色的吗？蓝色代表什么呀？忧郁。晴朗。应该吧。心情是 blue。你们昨晚睡得好吗？好的。倒头就睡。对。怪不得你今天这么漂亮。哎呀，嘴好甜啊，彭高。新的一天从夸夸开始。你也已经很舒畅了，是吗？我吗？我还好吧，也没聊啥。慢慢聊，因为想看到一个完整的人，需要很久的时间。哦。真通透。很内秀。哇，你还记得这个词？我觉得你好聪明啊。干嘛？为什么？他很内秀，就是你要慢慢探索。内秀。当然记得啦，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拿小本本记住了。真的呀？晚上回去复习。兄弟真言。对，如何攻略公式啊？哎呦，天哪！随便你有一个册子说，你最后给我翻阅一下哦，我来看看有多少是我出谋划策的。羽凡是非常重要的助攻，太重要了。第一个提醒他让他慢一点，就是羽凡说的。对。撤吧，去下一站。大家都做好了吗？做好了，走吧。准备出发。冲呀！我今天可以用这个了。哦，准备好了吗？准备。那我们出发了。OK。我帮你来吧，这个有点难带。可以吗？哇！共听一个耳机啊，好有学生时代的那个感觉啊。对。我觉得好适合今天。对。我的歌单你分享。跟你玩个游戏，手，你要躲啊！3、2、1。你不是说3、2、1要躲吗？不行，他不能躲。不能躲。我想试一下，你打下还是有回来？不是很大吧？还好，只是有点流血了。哦，他好幽默哎！结果一天这只手都没有举起来。只是骨折，没事，还好，手还在。对，只是一个只是骨折。他手在抖，还好。你要吃东西吗？买点吧。我想吃那个。我要吃烤肠，你要吃不？我吃这个。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哎，是挺好吃的。很香。我根本不饿，就是嘴馋。那就说明它真的挺好吃。因为你不饿的时候还觉得它挺好吃。我们快到了哦。哇，我们要出海。我们要去坐船。大家在这儿集合喽。你们说其他人会来吗？我不知道，我有点期待。肯定是。我觉得是所有人吧。是所有人。定豪开始在期盼了。真的，乐言他们来了。哦，真的吗？妮妮，还有妮妮。弟弟开始紧张了吧？他们都在。他们早就到了，只分别一天，但是好像见到亲人一样的那种感觉。Hello， 你们等了多久？刚到，也刚到，没想到吧？嗨 ，Hello， Hello 呀，我见过你们。见过我们。对，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见过你们。你们去哪里了？
好想知道。我们在江门那边，就是那种古镇，就类似于丽江古城那种，对，赤坎古镇，调都的那个镇。你们去哪了？我们在深圳。欢乐谷啊，好好玩。欢乐谷可以的，欢乐谷可以。那先坐吧。那我们先坐下。那小心前面有。我坐那边去。那我呢？我要跟他们俩在一排。那行吧，走吧。好可爱呀！妮妮，你坐中间，我想跟你坐。好。这是，小哥你换个位置吧。你们真的这一波察言观色啊。什么呀？那。哎，你过来跟我坐吧。对呀。室友过来，来。什么意思啊？突然就被抓了，小默契啊，对不对？国服钟馗。你终于回来了。你要坐里面吗？要。但羽帆这时候没有留一个可能会跟赵慕辰来了以后的位置。对，因为他坐到最里面，其实也是那种状态，很细节啊。有标识。哎呦，来了。哦，一个 couple。哦，是七 ，Tomo 七。慢慢走。OK， 慢慢走。好美啊！公主和她的保镖。黑马王子，这是黑马王子。他们都在。哎呦 ，so sweet。这就是男友最好的样子，满满的安全感。他们手搭着他的手，好浪漫。真的？你看什么的？琪琪的手是一直这样搭着。啊，这样子的。你看，哇。这几个人在互磕。对。自己已经齁甜，还要去磕别人的甜。好推吗？好推。Hello， 好美啊，太美了。真的好像人鱼公主哦。怎么又在？我又黑了，你们又去冲浪了吗？我们去骑马了。好好玩。好，第一次玩，好玩。好好玩啊！所以我们俩最后一个到啊。没有，还有那个小咪和对。哦。看他的眼神。来了。来了。啊，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哇哦！天哪！我已经看到他们了。这个镜头。弟弟。羽帆呐，羽帆。哎，感觉他们等了我们好久。还在等我们俩吗？确实。OK， 他们怎么那么早啊？因为我们迟了有点。哎，他们来了。Hello。嗨。你们去了哪里？你们去了哪里啊？我去了骑马。这么有意思吗？对，这么有意思啊！你们去哪？我们也跟马差不多吧？对，骑个马，有马，还有狮子。还有老虎。动物园。去动物园了。弟弟。
金帆帆。哦，看他的眼神，有点心疼。他俩的这种位置的状态，真的就是他们心境的展示。一个让自己坐在窗边，就并不会再接近他们；一个是坐在过道，其实还是想渴望，也许他能从身边擦肩而过这种。好忧伤的侧脸，没有，就是很享受片刻的安宁。哎呀，沐晨，沐晨，刚刚高哥跟你打招呼呢。高哥吗？他说沐晨 ，hello， 我没看到。看到你们看到了。怪不好意思的，要等我这么久。本次航行終點惠翔群島，請各位乘客係好安全帶。哪里出生？大家，我们来拍自拍。这个真的能拍这么多人吗？拍照技术非常的好，被锻炼出来了。那边是澳门吧？对，那边澳门，你看那个金色楼，那是新浦街。哦，看到了。桥后面那个建古老的一个博物馆，古老的建筑是上古建。但我觉得在海里游泳好像没有那么难。你试一下再掉下去。不要。你帮我在这里很轻，这样帮我掉下去。后2天换到海岛约会啊？对，变成了集体约会。到了，到了。哇，海的味道。哇，好美啊！开心！出发吧，出发吧。走。我们今晚不会住这里吧？你怎么这么聪明？好爽。哇，好漂亮！耶！网球，篮球，哇，好漂亮！耶，到了。哦，细节。哎，这里有钥匙。哦，天气也好好。男生房车，女生帐篷。哇哦，那我们过去看吧。走吧。走。哎，我们的门应该是在那边哎，走反了。我们走反，拜拜。你去哪里？我要去那个，我们在那边。拜拜。好吧，拜拜。好吧，拜拜。托梦想要过去吧？待会见。哦 ，See you again。快来，我的室友。终于有室友的2个人，真的，我们俩终于成室友了。你俩早在一块了，兜兜转转。哇，太好看了，张远。好美呀！好喜欢，开心，好漂亮啊！可以跟你耶，好开心，好可爱啊！他们有个院子，带院子的帐篷，太美了。Hello， 我们等会去看看你们的。好，我们在3，走。天哪，女孩子在一起好美好哦！全程尖叫。咱俩的床这么浪漫呢？哇，咱俩睡个大圆床啊！必须。好好看啊！哇塞，好舒服啊。好浪漫啊！我在这里吃个早餐什么的，挺浪漫的。哦，谢谢。哇，舒服。就一个床？不是吧？房车他们应该是2个人一间啊。
哦，有两个，吓到我了，两个人都很紧张。有2个床吗？还是1个床？3个床，3个床。对，哦，这房车好像有点小啊。OK 啊，都可以啊。太好看了，开心吗？这次还行，还行啊。聊的是挺好的，那行。明天沐晨就走了啊？他明天要上班啊？你看了没有？你看了吗？没有啊。你们怎么有这种东西啊？我拍的呀。好好看啊！你们。我喜欢这种。我也觉得好好看啊。乐言会分享。好棒。到时候我给你跟沐晨拍，我带了2卷，非常够，放心。我进来了。啊？你跟他打招呼了吗？没有。一样对视。对，我在思考。顺其自然，不要逼迫自己。对，我就开开心心的跟你玩。没错。2组女生的心境各有不同。他们人呢？他们应该还在房间吧？那我们探索一下这个地方，骑单车吧。可以啊。那我们出发了。出发，走 ，Go。我们要去哪？不知道，只是为了骑车而骑车吗？对，也不是不行。青春洋溢，好美好的画面，太帅了，好舒服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假装我们在比赛哦。哇，好兴奋！还要假装在比赛。男生最干的事就是比赛。好快乐啊！骑车。对。毕业了，我们 graduation。哇，好大风啊！怎么都没见过男生啊？哎呀，汤宝看着朋友们就疯了。汤宝就快去打篮球，快去打篮球！哦，对哦，篮球场啊。等会儿那群是谁啊？怎么在那里呀？哇！拿起手拿着。哇，这个画面。怎么回事？怎么有点动心？太美好了，有点截图了这个画面。对，我上去。好帅！男大了这是。那边是男生，这边是女生。哇！男大和女大在一起。哇！我们现在去海边，你们要去吗？好呀。他们2个还没出来吗？还没呢，可能在收拾。彤彤要去游泳吗？当然。走啊，我们先去游泳吧。可以。等一下他们啊，待会见。Shall we? Shall we? Shall we? Let's go. Let's go. 我们俩去吧。我去吧，快去游吧。Go go go. 那我们去看你们下水吧。走，我们过去观摩一下呗。走，过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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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的肤色真的是很冷吧？对比度好强。你们不要了，你们不要了。海尔兄弟，海尔兄弟，太准了！你们不要了，你们不要了，你们不要了。你别。哇，好快啊，蜜姐游的。还蝶泳啊！哇，还挺标准的，很专业。好不好 ？Go！ 哇，太美好了！哇，厉害！好像开始比赛了哟。太厉害了！哦，这个画面好青春。他们还挺会游的。对，他们肯定会游。他们是会游的。哎呦，这是青春的味道。哦，拍的好好哦，这就是
是青春应该有的样子啊。找个搭子，有了，是乐之夹心，蜂黄饼皮，层层松脆，2种芝士甜咸双拼。你有乐之吗？我的乐之分你一半。有乐之，有乐子。咸甜搭子，一块乐之。你们换好了吗？他说要去找新雅。我们突然觉得想去游泳，也可以啊。去吗？可以啊，因为我穿拖鞋。可以啊，好呀。哎呦，彭高自己独自等的时候还笑，还觉得很甜蜜，一个人的时候也压不住嘴角。走吧，走吧，走吧。你可以开车。我们骑车吧。哎，要谁了？哦，这太高了吧？这个座椅怎么调啊？你把它掰开。哦，可以可以。哦，雨帆可以吗？我的可以了，谢谢。走吧，走。快点啊，你们俩，我可先走了。来啦！哎，小心小心！在背后默默守护。哦天哪！好好玩啊，好快乐啊，骑车。我想下去游泳。走吧。割到了。啊，割到了，割到了，他割到了。啊，你割到了。我看看。哦，我看到了。Tom，手。哇哦。啊。没事。没事，个屁！我那里有创可贴，等一下给你。啊，我觉得他得先用清水消一下。对，走吧，你去搞一下清水吧。OK， 你去冲一下吧。好吧。他好容易受伤。他手长脚长。看，2个人都下了。Hello， 嗨。一黑一白耶。对。黑一白。黑白巧克力。哇！都换衣服了。哦，他们要下水是不是？人都游完了，你们才来。你要游吗？不会游。你们穿的很像是要游的。他们要游。他一直在看。我不会游泳。走吧。走。我想象冲脚都是沙。沐晨有点怪啊。为啥呀？你去冲一下，你赶紧去冲一下。但是你的好猛啊！啊，没想到。那我服你了，公主。公主。你等一下，又拿创可贴贴一下吧，好不好？OK， 脚没有。脚也贴一下吧。啊，脚也滑到。偷摸这性格呀，太虎了。来，那个呢？哪一个？滑了好几个地方啊。Thank you。现在汤姆变得小鸟依人了。Thank you。OK， 你的脚呢？这3个也太搞笑了吧！难发手。他俩感觉是那种在一块遇到什么困难都能2个人都很积极面对的那种，互相笑一笑就可以过去的那种。我也要下去游泳。高哥，你会游泳吗？我会。那你们俩可以一起去。你直接下去吧，我真的只能助攻到这里了。哎，小心！小心，这里很痛。
好打扰啊！不会，根本不会。不会。哇，好漂亮！哇，好朋友在一起的感情也很美好。文高一直在旁边默默守护，好好玩啊！第一次看3个人的画面还挺开心的，很温馨哦。这点小心一点，它比较多石头。原来他也是个保镖，成立。这里可以吃。我们吃烧烤吗？吃烧烤吗？走呗。走。是可以吃的吧？我们先吃为敬是吧？也不是不行。我们直接开始烤吗？还是？等一下他们吧，还是？行。哎呀。哇，他们在游泳啊！是的。氛围有点怪哦。有点怪了。弟弟。看中看。唉。你没想过学一学吗？没有，想过，没有时间学。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而且我感觉弟弟的性格其实，就是他，哎呀，他也会相对向内去消化这些东西。是的，没有那么外向啊。对，他是忧郁男孩。每个人都非常发呆，照顾一下丁豪。丁豪，乐言是很细心的，坐会儿吧。哇，这个画面，我不知道在哪边吃，那边还是那边。哎呦，好心酸啊！没事，反正有的吃。对，我们坐会儿，你坐。这里。好呀。啊，好舒服这个歌。唉。把这个开下去吧，这个重吗？可以啊，拿。帮你推。我帮你推一下吧。你不上去？我不下，你小心点。哟，很好玩的。我不会游泳。他们真的很会玩，看着好好玩。你想去玩吗？我不会游泳。没关系，我觉得。你只要不下，你不掉那个水，对你不要掉进那个水就可以了。对，你在那个上面就好了。对，你就一直拖在上面。我又回来了呢。来接你。对，他们来接你。大家还是一直在关心定豪的状态跟心情。干嘛？哎呦，对嘛？来了。大家都在关心他，他跟家长是操碎了心。大家都好喜欢弟弟。你快上来！到了，快船！哇！你不会跳下去吧？我不敢。你会游泳吗？我不会。你也不会。可以站住那种，可以站的。其实这个很像个班长一样。哇，人力船。全靠很高一个人拉。真好，上来吧。来。你拉一把，这可以当蹦船吗？可以啊。不要，要把你扔下去。最后还是变成了我们4人。对。哇，这是
欢乐4人 bro， 欢乐，我们4个可以一起玩，可开心了。他们这个氛围好好。我们整点东西吃吧。有碳晶吗？有碳晶吗？它快要灭了。小心啊！你这个小心说给我听的。你给我闭嘴吧！你真的很烦。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会小心的。真的很要命，真的很烦。小伟，你转达吗？小伟，你转达吗？转接热线，转接。再没酒精就是个卡路手。人在魂不在的那种感觉，心不在焉的。回去洗澡吗，高哥？走吧。我觉得我的项链特别应景。你的项链是什么项链？海神之类。他可能心里装了事儿吧。对。他现在有点坐立难安的感觉。沐晨是咋回事？感觉有一点闷闷不乐的样子。静可解释。我大胆猜测一下啊，我觉得他想跟雨帆说清楚，他一定也是知道说前面雨帆是有委屈或者说清楚干嘛要这样拧巴拧巴？也许我猜测他可能在估摸着找着一个契机，就是过去可能去跟他说，因为他知道雨帆喜欢他。所以他就变得有点不自然，就是他觉得前面已经包括他们度过的时间，确实跟雨帆，要不然雨帆不会有这么强的这个接收到信号说我们两个或者可能怎么样，所以他现在心里有一种说，是有点愧疚呢。对，而且他也怎么开口，怎么去表达。但我觉得说他，假如说选了小咪，你现在不应该对小咪，就算你想解释，你对小咪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当然，那是我们可以敞开聊嘛。就是、对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对他其实是怎么样的看法，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是得更明确一点，要不然，要不然让2个女生都不舒服。真的，对。那我们骑这个吧，开过去海边。哦。然后我们从这里开过去。好。Ready? Yes. 1、2、3。你控制好吗？我不控制。那我控制。你控制。好。哦，好舒服。我们可不可以骑这个骑？来了！坐上。哎呀，幸福的小掌啊！好甜啊 ！I like it。这个岛是我们的吗？好甜呐！他们俩只要一约会就是写诗。他们在那里。然后在干嘛呀？现在我来表演一下老人女孩。你这是换了什么衣服啊？换了条裤子，拿了个那个。要去放烟花吗？哪里放？那边好像有烟花。哦，去呗。哇！哪里有烟花呀？不是。有烟花。哇哦！哦，真有。哇哦！这个是超长的仙女棒。这个就是那仙女棒啊，地筋儿嘛。看。哇，这个好啊！定好想要吸引小咪的注意力。呀，我也要看。来。那个表。最后一个。直接在这儿点。对啊，你直接点就好了。
哇，好快着啊！哇，你机会来了。小心这一堆啊，不要碰到这一堆了。哇哦，七七，快来点火啊！好。 哇！多么！你往下。哎，我跟你俩拍张合照。好。3、2、1。 好美，他俩真的好美啊！好闪！哎呦，真好啊！这是干嘛的？这个可以玩不？男生可以。定好就一直在默默关注，他帮他放那个。点了。呀！这个。 好好看！他们这个合照的契机。哎呦，这个镜头！哎呦，还好他没回头。哇，这闪死了！哇，这闪死了！别回头啊！别！ 好落寞呀！哇 ，fireworks！ 等一下！快来放烟花！我要去放烟花吧。 第2轮，走，有打火机吗？我要玩这个。我要放这个火炬。小心！你的是粉色的。我可以卸，在这里可以卸这样。你看我卸了是吗？容易轻言。 你要放这个吗？要。哇！好美！哇，他们这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大。好灿烂啊，好美啊！哇，他们的这么大。 这个定好就一直在默默。这个还没有试过。但你要放远一点，就是。哎呦，弟弟。来，分发一下。为什么只有一礼毛在前面？开屏啊！我看。
天哪！啊，挺好。我放了哦。哎呀，行啊 ，no。看一下他们，我的天！他要点这个大的礼花给小咪看，他们都没看到呢。不行，我也要哭了。我放了哦。好。还行啊，挺好看。哎，我觉得好看，好看的。好，不用再瞎说了。而且你看，挺好看的呀。弟弟超绝破碎感，太破碎了。我们放那个大的吧。你要不要试一下那个？假？我不敢。没关系，来。我不敢。没关系，不是很难的，只要是回去的时候要跑步。OK。点哪里？你看，对吗？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然后你要，对。你点。啊？你要吗？你点，我害怕。那要准备好吗？要跑。他知道一直护着妮妮。有点小激动。哇！这个好好，真的好。天哪！好浪漫。就大家会在这种开心的时候笑着看向自己喜欢的人，可以吧？我不要把玩来浪费在烟花上，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自拍。你平时我没看过。没看过，以后让你天天看，年看，不会让你有遗憾的，放心。好霸气啊！好美啊！哇哦！大家的内心状态也很丰富，是，很心疼雨帆。好令人心疼啊！是。还有弟弟，但你看弟弟，就算是这样的话，他也一直都基本保持着笑容。哇，真的很厉害。他自己难受成这样，他还要给他放烟花，感觉他点的像在点自己，把自己的心点燃了，太令人心碎了。啊，弟弟有一点点心情低落。那就会谈，但不会因为这样一点心动，那不是一点心动。我觉得 love from the first sight，love 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挺好，来，那我们坐在后面吧。可以。哎，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见钟情的看法，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会见一眼就，对，这是我觉得我相信一见钟情了。哇！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这种长跑的可能性大吗？那如果肯定性不大的话，你不跑吗？我会跑，我会尽我的努力去跑的。托莫还是很坚定的一个人。对，能不能跟他爱情长跑，这个我也没有答案，但我会尽我的努力。挺好，你有什么？你觉得是？我在听你们两个前辈的意见，我也其实也在。定好在取经。
但是我本身是比较慢节奏的一个类型。我知道，对。我之前有方向，我不知道是走到后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要的方向。哎呀，弟弟，哎，其实我可以理解，我觉得你现在还在那个刚刚遇到的过程中，就是你等一等，时间会把一些模糊的事情变得清楚一点。我相信肯定可以解决问题，只要你爱那个人的话，我觉得爱情是1+1大于2的。对，肯定是的，他会帮我吗？我也会因为了解了他的性格背景，让我成长了。我也可能会帮他，不是可能是肯定的，这个就是爱情的 formula。我觉得有点道理。哎呀，2个年纪最大的一直在给他出主意。他们3个在一起很温馨。坐哪？来吧来吧，坐。哎，你是不是也是那种需要陪伴？对，我很需要陪伴。我之前说我的理想的恋爱就是回家有人等。回家有人等，然后我们又可以一起去不同的地方旅游啊，那种陪着对方的那种。我当时想的是说，就是每天回家，然后可以一起做饭，一起散步，一起遛狗狗。真的很难得，我感觉。我担心的问题就是异地哦，喜欢的人都在香港，但我就觉得现在未来都很未知。就我不知道我跨出这一步有没有结果。香港，2个香港。我就觉得怕什么，反正年轻。的确是，都很年轻。勇敢呗，有什么好怕的？第一确实不是很远，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嘛。第二是相遇真的好难啊。相遇真的好难啊。因为我是想谈很长的恋爱。我也是。好真诚啊。我问你个问题。第一种情况是，你们认真的爱过了，但是可能未来有很多未知的原因分开了，这种遗憾，还是说因为害怕未来未知的那些可能发生遗憾？那肯定是没后面那个遗憾的，对不对？对啊。你有什么担心的问题？除了异地，一些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以及朋友圈这些。对，我也是有这方面，但我觉得这个还行，不是什么大问题。哎，你不会觉得是大问题？对，我不会觉得是大问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带他认识我的朋友啊，而且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对方家里，然后他也可以带我去见他的朋友啊。就是彼此融入对方的生活圈。对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挺好的，挺好的，真好。姐妹之间互相开导，互相加油。好舒服啊，这里。游泳池是不是在这里面？游泳池，你想去游泳吗？现在，走吧。我想游泳。清雅好喜欢水呀。就是我就会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你呢？我感觉我大部分都是第一眼，但是可能最近几年都是相处以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发生转变的？是我觉得我恋爱的目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年纪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对，所以我觉得需要多相处、多了解。你可是年龄很小哦。是啊，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想法、规划不一样吧。我是不想再谈浪费时间的恋爱。谈恋爱如果说没有什么结果的话，真的挺浪费时间的。清雅是想要一段稳定的关系。
但我觉得人生那么长，不就是用来浪费的吗？那也是。对的人一起浪费。这么说也是。对，而且我是觉得真爱无敌的。但你不觉得爱是会被消耗的吗？会被消耗，就它会过去的。但是爱是一个过程。那你觉得婚姻是靠爱还是靠合适？婚姻吗？我觉得是靠爱，对我来说。靠合适的爱。我也认为爱情是会消失的。但是你不能因为它消失了就否认这个过程。那你消失了怎么办？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然后你居然在担心你20年之后你不爱他，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完全不可接受。那也是。由爱开始，用合适来持续。啊，真喜欢在水里面了。为什么？清雅可能是美人鱼。我觉得就是那20年后就之后不爱了就不爱了，离婚就离婚吧。哥们儿，这个话题起的呀。他现在说只是说此时此刻他其实表达更好一点，可以给这个女生说，你担心的那些我也会考虑，而不是说这一刻是最重要的。对，就是他其实嘴上说的跟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一个东西。就之后不爱了就不爱了，离婚就离婚吧。真的啊？对，但是反正我此时此刻我一定要去尝试。浪漫主义。你离婚以后你就是2婚呢。不管，到时再说。有孩子怎么办？现实主义又来了。就我是比较乐天一点的。我在说什么？没事，不用想这些。但是你真的考虑好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你怎么舍得放他走了？对，其实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对，反正对我来说就是我肯定要去试一下，我要拼命学试一下。清雅也没有那么介意啊。清雅 OK 的。你有看过《烟花》这个电影吗？没有。他的电影就是一个女生，她想找一个男孩子跟她一起私奔。好，随便找。随便找应该不行吧？不是，就是有2个，然后说你们俩谁游泳赢了，我就和你们私奔。哇。对，然后有一个男生很喜欢她。他却没有赢下那个比赛，然后另一个男生其实不喜欢那个女生，他虽然赢了比赛，他没有跟那个女生私奔。所以那个喜欢那个女生的男生他就很后悔，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假设的世界，在那个假设世界里面，他真的坐公交车和他一起逃跑了。然后逃跑之后，最终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一个游泳池里面，然后那个女生他们俩就在一起这样玩水，在一起这样玩水，在一起玩水，喜欢脏，在一起玩水。我恨你！你死定了！你死定了！看那个时候，他们就其实要分别，因为那个女生要转学，所以我每次看这种电影，我就会想，就是你去把握当下这一刻，未来事情未来再说，肯定有办法解决的。仿佛散步把鞋子弄脏的一幕，就是那种咸甜交织的感觉了。对。其实我刚刚跟七七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能够理解他，比如他认为他们有差异，所以他会有一些顾虑。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人会一点差异都没有，就是反而是跟对方相处上配不配，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我性格跟我爸是挺相似的，我跟我爸都是那种，在对家庭或是对家人都不会特别有想法，或是我一定要这样做的人。比如他对我妈妈或者对我就是你们想做什么我就可以配合你们，因为我的责任就是守护这个关系，守护这个家，他是这个想法。从小都是受他的影响就长大，所以我也会有这个想法。我从34岁开始，家里每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也要我给意见，无论是我爸爸工作啊，我妈妈当时的一些生活上的计划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让我很清楚的知道，两个人之间的事要怎么去
把大家的感受也要考虑到。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牺牲一点自己的感受，令对方过得更好，我也觉得是挺对的。奥斯卡给了很大的安全感。是的，对，说得没错。我们好好相处。哇，好好相处的模范。去吃饭是吧？饿死了。搁这儿吧。行。啊，墨神在这儿。凡凡，快过来。啊，好。好饿呀，想吃小零食了。你们一般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呀？我喜欢吃甜口的，但我觉得有时候也能吃点咸。我喜欢甜咸搭配的，对，才够味儿。对，刚好我从小屋带来了乐之夹心可酥饼，不管喜欢什么口味，咸甜双拼，一口满足，大家都可以试一下。里面有咸蛋黄乳酪味的双重芝士，双重芝士很喜欢，还有柠檬巴斯克味的。我好喜欢吃这个双重芝士啊！它一边是那个咸香芝士，一边是那个清甜乳酪，就超好吃。我喜欢这个咸蛋黄乳酪味的饼皮，它就像可颂一样酥脆，搭配那种柔滑的夹心，真的超上头。这个柠檬巴斯克味的也很好吃，有柠檬的清爽口感。来吧，他们有，我们也有，来吃起来，吃起来。我们有柠檬巴斯特也有，有芝士的吗？芝士有双重芝士，双重芝士。这个咸蛋黄的我吃了，好好吃哦。那好好吃哦。爸吃吧，来点吧，吃点吧，饿了。哇，直接吃吧。我给大家说一下 toast。我觉得，这个机会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希望大家这个3天之内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天天开心，拍很多照片，然后希望也见到你们下午结束以后还是继续跟你们这样聚餐。还得是米蝶来说。Cheers， Cheers， Cheers。我没有杯子。哦，单独的碰杯。水，我要水。哎呦，奥斯卡真的很会照顾人。对，乐言每次有任何要求，他都是立刻。互相之间的小暗号。干嘛？哎，就是到那种不用言语脑电波交流。对，我们俩一般不说话，我们俩。童某一在他面前就像个小朋友，又要出汗了，已经出汗了。对。这个是敲螃蟹，这个好可爱，敲什么都可以。哇哦！清雅开始主动了。谢谢。上次敲完门之后，现在开始夹菜。对，好开心，正向的回馈。这肉好多啊！哎呦！哇，再加一个。来一个。尝一下。先尝一下，看看怎么样。太好了。先尝一下看。看起来很不错。哦，那定好怎么办啊？不能吃海鲜。哦，他是海鲜过敏。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行程。我想挑战一下皮下。我不建议你挑战。我可以 feel 到的。哎呀！那正在吃吗？
我在感受皮皮虾的威力啊！硬吃海鲜啊！啊，真的假的？有点吗？一点点。这不好吧？没问题，你不用担心。啊！要茶吗？茶。闻一下。要。来。你们有收到吗？OK， 谢谢米蝶。米饭，吃点，喝点。好，谢谢。这是甜甜的茶哦，有点烈。有点烈，你慢一点喝。你给他少倒一点吗？给谁少倒一点？啊！发生了什么？沐晨跟米蝶说给他少倒一点，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沐晨要注意到给雨帆少倒一点？你给他少倒一点吗？哇，这个眼神！哎呀，这句话惹大祸了。好，可以。还有吗？还有吗？我不要。走吧，好热。啊哈！小咪走了，小咪真的不舒服了。这句话绝对是 over， 他应该先道歉。Oh no！ 为什么呢？不理解了，不明白。小咪走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这怎么行啊？这怎么办？给他少倒点这句话有2个点，就是让我觉得比较难接受。少倒点，我觉得是在维护这个女孩嘛。第一个就是他对她有特别的关注，对，不然他怎么会注意到呢？第二个，我觉得维护就是他在保护她。可是保护这个东西，在这个阶段上，我就会觉得有一点超出那个朋友之间或者你愧疚之间应该做的那一条分寸感那条线了。他这个边界感的确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对，我觉得爱情是每一个人最大的稀缺资源，我会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这一个人，对吧？要不然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每个人也都希望得到对方给他的就全方位的这个呵护。这个稀缺资源包你只能给一个人，真的是不能谁都给到。对。我觉得他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他最好的方式其实应该是先对他们都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等到我的心里很清楚之后，我再去跟谁，或者说我跟雨帆说清楚了以后，我再去跟小咪约会或者怎么样，或者我跟小咪说清楚以后，我再去跟雨帆挑明。我觉得他关键就是2边都没有很清楚。依晨姐，因为你刚刚说他怕就是他有愧疚嘛，我就想说这个行为是愧疚，他要弥补做出的嘛？你感觉？我觉得他太想。依晨姐超冷静的人开始拍桌子了，拍桌子了，依晨姐。是爱情里面真的不能当好人呢，真的会很伤人呢。对你只能对一个人好。反正我能感受到一点是，我觉得，因为前面雨帆也说过，沐晨是一个喜欢大家都很周到。那其实反而这个周到的时候，你越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会适得其反。有一种可能就是赵沐晨觉得他跟小咪之间是彼此比较信任了。就是我在公开的情况下，我去照顾他，你相对来说你可能会知道我有什么原因。所以我觉得在公开的情况下，我说那我肯定不可能有其他的那种私心嘛。你说的这个很对，因为其实我先生也是这么顾大家周全的人。所以他如果在公共场合就是保护其他女生，其实我不会介意，但是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就是他不解释，他觉得说你能懂我，但是这不应该，你不应该觉得别人就能理解你，不能觉得所有事情都在你的掌控范围内，你不用向任何人交代，因为他平时可能有些事情上他很自信，但我觉得这个是你不能，你这样会给别人没有安全感。对。他就是太想要周到，然后他的分寸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他可能是处事方式上有一些尺度上的不合适。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 Take me back to before the noon. Rewind, take it out of cue. Innocence can be a young man's game. Signed up for the hall of shame. I wish I knew. 去海边吹吹风，小你开心吗？不开心吗？我很喜欢听这种浪漫。是的，我觉得海边晚上真的很舒服，一片一片的打过来。你们应该玩得很开心吧？我确实这2天很开心。来了。Hello。你有空吗？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情。去吧，我一会儿去找蜜姐。是的。没事，你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聊。去吧。你好好说清楚吧，沐晨。咋了？我准备去找雨凡聊一聊。什么？哇，我的心跳都有点加快了。什么？我准备去找雨凡聊一聊。找雨凡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反正之前的事情得稍微跟他说一下。那你去呗。你去啊。聊什么？先说。对，你要聊什么呢？哎呀，他以为他 get 到了，他其实不是 get 到那个，哎呀，他有一点点的意思，但完全不够清楚。哎呀，那其实你现在确定你的心意吗？我清楚的知道我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什么。那你最近了解的感觉怎么样？这咋说呢？就感觉可能感觉他也不是那么的主动吧，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主动。就包括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跟他说话吧，可能也，可能热情也不是很高吧。然后可能他感觉还是有点纠结。小明已经在极力控制情绪了。你是能够接受这种纠结，还是觉得你纠结我就？我不是很接受，因为其实我更加倾向就是可以被一直坚定的选择的那个人。
天哪，真的伤到他了。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他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一种猜测。那比如说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坚定的选择，这是你能接受的吗？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还是没有被坚定的选择。这才是觉得有问题。哇，心疼。委屈，他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吃醋吗？不是吃醋，就是会留心。我也是，就是可以，他对每个人都很好，但是不至于好到说关心什么什么细节的问题，对不对？对。你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蜜迪要给那个鱼帆倒的时候，他突然来一句说：“不要给他倒太多。”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就怎么着肯定不舒服吧？稳定了。所以我会在想，我就觉得说，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遵从自己的内心最重要。我没有内心。哎呦，这句话重了。我没有内心。哭了，委屈。对呀。没事儿，想哭就哭。工作都不会哭。哎。太委屈了。小咪是真的对他很动心，不然那个眼泪不是这样子。对。看看他跟雨帆聊什么吧。好好聊，就看这咋聊了。你好。啊！吓死我了，我差点睡着了。咋样啊？昨天你们去欢乐谷，我都去了好多遍了。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旅行。说吧，说吧。别扭捏了，哎呦。我觉得这次的约会选择对你有产生困扰吗？我们明确了一些信息吧。可能我自己也误解了一些事情。可能我的行为也对别人造成了困扰。不是，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主要是我的问题吧，就是意识到这点还好。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表达的一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当下的真实的一些感受，所以你如果能够接收到，我觉得应该就是你接收到的那种感觉。那这次你的选择是你想要做的选择？是的，是的。哎呀，对不起。把事情要讲清楚了。我觉得就是我跟你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宕机，然后可能表达起来也会比较小心吧。雨帆呢？雨帆。所以说有的时候，不知道，我觉得有一点和本身的我不太一样。就是我感觉我好像让你没有办法勇敢的去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下那一瞬间就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变得更自然。我虽然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快速的跟大家都能玩到一起去，但是要真正的往内走，然后真正的打开自己，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以前觉得就是缘分，可能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时机。就是你越迫切，然后你可能抓住了那个时机，然后你可能会更快速的去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缘分就是缘分。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你可以，就是不用担心那么多。因为其实我也就是想着把我最真实的想法都告诉你。知道。但是我觉得现在我面对你有轻松一点。那就好。哎，雨帆太好了，今天月亮也好亮。昨天晚上我们看的时候，本来还是雾蒙蒙的。要不撤了吧？我再坐一会儿。好，那我先回去了，拜拜，早点休息。雨帆真的好好哦，雨帆到现在还在找自己的问题。其实雨帆他已经慢慢在接受这个事实了，真的。
算是沐晨过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是很惊讶，他这么周全的人，怎么会没有意识到小蜜也有这样的情绪？他如果愿意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宇帆讲这件事，他其实也要花同等多甚至更多的时间来跟小蜜讲清楚他到底要跟宇帆说什么。他这个信任给的太快了，信任对方理解自己要做什么。对，小蜜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立刻接收到，而且他每次讲话，他们没相处多少天啊？对，他们两个没有信任到那个程度，互相之间。但他最后去跟宇帆说的那个话，是为了他跟小蜜的关系能够更确立啊。对，最后他是说清楚了。对呀。我觉得他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的表达让他跟小咪之间本就在升温的感情，我觉得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自己都会非常明确的感觉到的。不，哥，我觉得他不知道，他的确今天伤害了2个女生。他如果看到了节目，他是不是就要知道我们这个亏没有白吃，也避免自己人生有一些更大的坑要摔？因为不管是工作关系还是两性关系，沟通真的很重要。刚刚医生姐有一个点，我就是蛮说服我的，就是他太快把这个信任扔给他，他觉得别人会理解，但其实没有，这中间有一个沟，这个信任扔出来的时候掉到了地上。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失误吧。但我的确真的觉得他应该不会想要故意去伤害别人。对，他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他一定是会在这一刻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对，希望他学到。我觉得其实爱情也是一门功课，而且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去学习的功课。他肯定在生活当中应该算是很优秀的男孩，但是在爱情考试的时候，他考的分数不高。他就是来修的。对。失败不可怕，咱就是下一次考高分。祝福你。啊，睡着了，在这儿。梦琪啊 ，yes， 宝宝，哈哈，好甜呢。梦琪啊，你回来啦，我在等你。哇，这个漂亮草坪，美的我都不敢踩，我爬过去好了。哇，我说谁那么优雅的坐在这儿呢？躺着呢，等你。我们聊过了。怎么说？就是我问他这是不是他想要的选择，他说是的。挺好的，我觉得讲开了就好。对，我也觉得。啊，好凉快。就这样吗？等一下，哎，宝宝 ，sorry， 没关系。这是什么啊？恋恋风尘。去书店买了一本书，目的是夹信。高哥买给你的。我要哭了。自行车去了书店，彭高真的很用心。我的心，甜甜的恋爱是他应得的。哦，里边还有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因为昨天你说你会喜欢选择古早的交流模式，我只希望你能舒服自在，我也只能努力调整自己状态到最好。我的心如这澄澈的夜空，明明白白，我会思考，我会等待，所以请你按你的节奏来。彭高。哇哦，他一直都在用他的方式去恋爱。高哥字这么好。对呀，高哥怎么每天都有小礼物啊？天啊，我要惊呆了，我要哭死。还是很甜的，超甜的。
看看那张照片，有点糊。真太好看，太漂亮了。小米好了吗？这样很自然。太绝了，这张好看。你送给沐晨吗？我请问呢？没有，他在这儿拿着啊。不要，不给啊？为啥？为啥？不要。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生气。应该生气。哇，那个打雷！follow 卡，最后一张 follow 卡。最后的旅行约会即将结束，现在释放本季最后一张 follow 卡。现在请将他的名字发送至本机，第一个发送名字的人将获得本季最后一张宝贵的 follow 卡。哇，快抢！弟弟快抢！我感觉他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想要这张卡。看谁更加强烈？就是感情稳定的也想要这张卡，因为是最后一次机会嘛。对。好，各位丘比特，我们来开启这一次的推理了。我们这一次呢，采用的是个人战。我们猜猜谁会来发起这张 follow 卡？他 follow 的对象又是谁？答对的 follow 卡获得者以及他 follow 的对象可以获得1颗新队员石。我们这次推理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惩罚啊，这个很难猜啊，那就凭运气呗。这个就纯猜吧，没有任何的逻辑。你可以表达你的愿望，许愿卡。对，我已经表达完了。我们来亮题板了啊！为什么嘞？还是希望就是定浩可以有一些机会，就是毕竟他也不想留遗憾嘛。最后一道雷声，然后他那个状态就像是要有大事发生的感觉，要从石头缝里劈出猴来了。哎，对，这俺老孙。因为像之前定豪给小咪发的那个短信，也是要表达说，其实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过快呀，有没有给小咪太大压力？所以我觉得定豪可能会想要跟小咪解释，可能逼到他的这个行为，会有一些道歉。我是小咪定豪。哎，我刚刚也在思考小咪定豪，哎，哦，我觉得他刚刚看起来画面里面就是感觉已经编辑送出去的感觉。对，大家都是美好的愿望，就来一个最美好的。我发的是土豆发给清雅，我觉得这是彭高会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不会放过这次机会。我的答案是出其不意的。老师，你选谁？我选了我内心的期待。我俩一样，但是我俩稍微反一点。你为什么觉得清雅会做出这件勇敢的事情？这是叫逆性思维。哦。因为实际上他这个是凭这个手速和网速嘛，这不代表我们各位的智商啊。不这么引导，可能还不会往这儿想。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全员都输吗？不会吧？奥利奥薄脆系列，超薄、超脆、超好吃。接下来进入奥利奥心动揭晓时刻。奥利奥薄脆系列，超薄、超脆、超好吃。本节目由玩在一起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